花姐，南宁市中山路食街里最有名的玩火人。从16岁开始，她的双手在这30年里从未离开过炒锅。最疯狂的时候，花姐1天时间能完成1200多碗老友粉的猛火炝炒。師傅教我第一朝就玩火，我興煮嘅時候，求其啲火請嚟啊，人哋嚟食嘅冰淋啊、糊啊咁。南宁老友粉出现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，坊间传闻，一位南宁人用自家酸笋、辣椒、豆豉、蒜米爆炒后，加入肉和粉煮成汤粉，给生了病的好朋友吃。好朋友吃后冒了一身汗，病也随之痊愈，老友粉因此得名。酸笋、豆豉、蒜米、辣椒是老友粉的主要佐料，通过高温干锅热炝，最能把佐料的本味抢出来。随后下油、醋和肉类一同猛火爆炒。炒的时候也不要一直炒，油热那香味出来。明白。也要炒了一下，要顶一下。手到擒来已经不足以形容花姐对爆炒动作的娴熟。油物与火苗接触，锅里迅速起火，此时需继续炝炒，让锅里的食材原味均充分的释放，然后再下汤下粉。放进老友粉，做每一碗这样做给好朋友吃，这样口感鲜辣，汤料香浓，夏天吃开胃，冬天吃驱寒，这是老友粉的特色。身为富记老友粉的第一掌勺，花姐把师傅的技艺与精髓完美承接。老友粉嘅先要等嚟爆，有啲酸味出嚟啊，加啲酸做落去，咁樣味道又好喎。先諗又自己揾好嘅啊。富记的每一个师傅被委任前都要经过花姐的考核，无论是烹煮手法还是食材认知，都必须过关。这是创始人黄新德所定下的规矩。徒弟明天接受考试，花姐说：“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要认识老友粉的灵魂佐料，还得走下去。”今天我们就来那婆那里看那个笋笋，酸笋被广西人用到了极致。每年的5至7月是那坡县百南乡最忙碌的时候，因为酸笋的腌制只靠这3个月。那坡南乡的酸笋名声在外，靠的是大自然得天独厚的馈赠，本土的地貌特色和百南的山泉水。闻起来蛮香的，一扒开，碎碎的、滑滑的，就是这个味了。有的人掌勺是为了生计，有的人掌勺是因为热爱。花姐是属于第2种。师傅早已退休，但花姐仍诚邀师傅为学徒支招。配料、下锅、翻炒，徒弟把对火候的控制技巧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在3分钟烤核中，通过娴熟的手法，一气呵成地完成了2个锅炉同时爆炒老友粉的考验。想嗰隻火候啊，啲火整得太多啦，燃燒油啊，燒油啦，啲油香就少啊。来，2位師傅試一下我的作品啊。你減到點樣？都可以。係可以啊，但係嚟講呢就係咩？酸醋嘅隻量冇夠。香味都可以啦。香味係可以啦，多啲磨練啊嘛。係啊，多啲磨練。咁就可以做出福建老友嘅特色啊。从对老友粉的烹煮一窍不通，到同时掌握2个锅的爆炒技巧，
小徒弟国斌花了1年的时间。入行至今，花姐亲手带出来的徒弟已经超过500人，他们分别隐藏在广西不同的角落里，每天为广西人烹煮最愛嘅街頭味道。早晨，早晨。早晨，早晨。我2碗池水。啊好。揀啲擂乾。啊好。阿姨啊，幫我要2碗池水啊嘛。好。糍水，珠海斗门的传统街头美食。土生土长的斗门人都有一个通病，就是为这种长相酷似濑粉，但风味做法均异于濑粉的糍水证明。因为这种被斗门前务人叫了近100年的糍水，一直名列他们街头美食清单中的前3位。嚟啦，池水到啊！池水最後1碗賣晒啦嚇！多謝，多謝。唔使幫手咋？不過我啱頭先接到電話，有人嚟入皮婆入池水，係話你媽材料係冇嘅，等我稍時我你埋啊。等我埋啊，一齊埋啊，好嘅。80後的黃仲仁從2004年開始接手祖輩傳下來的特色美食。珠海市非物質文化遺產金巢琵琶鴨後，母親黃以長就也身體力行地支持兒子。客人在這家老店裡，除了能品嘗到100年琵琶鴨的精髓外，還能一試最正宗的前務傳統街頭美食。葉仔田外餅係我自己親手做嘅。好啦，慢慢食啦嚇。在物質匱乏的年代，普通市民想品嘗一碗足料糍水，往往只能寄望於春節的飯桌上。隨着生活的不斷改善，糍水這種過年才能嘗到的美味，開始走上了街頭。哇！啲鋁罐啊，滾啲靚嘅。點樣滾啊？鮮命、猴肉、白醬嗰啲咪好靚噶啦。你聞落幾好香啊，係嘛？好香。真係好香。嗱，俾你搞碎。擂乾，前務糍水中的靈魂所在。當地人有一種說法，吃一碗沒下擂乾的糍水，等於品了一頓無主菜的乾癟盛宴。疍家人從蛤梨中開殼取肉，用鹽水清洗肉的污垢和泥沙，鋪在網上生曬。乾身後的擂肉鮮味濃縮至極致，再與清淡的食材搭配，於是有了擂乾和糍水的完美偶遇。洗米啊，浸啲米之後呢，我就去煮飯。煮好啲飯呢，就2罐隔夜，一定要隔夜，隔夜先涼啊。浸泡的大米和隔夜熟米飯均已準備就緒，黃以長要開始最吃力的粉末沖打，把浸泡好的大米倒進時沖，一踩一撩，看似簡單的動作，需要手和腳的高度協調才能完成。把米粒變成米粉，需要500到600次的踩踏。以前就個戶戶都要種，而家用機器打啦，係咪？都係去買，我就唔肯定佢靚唔靚，種出嚟嘅後果肯定靚嘅。將沖好的米粉倒進篩網過濾，隔粗流細，粗的米粉混上隔夜飯，再倒入時沖。一定要落冷飯，唔落冷飯就唔仁義啊！沖後之後又中啦，中爛又最細咁咪得咯。米粉沖好之後，開始了決定糍水口感好壞的重要工序——搓粉。嗱，水一定要緊，裝落去近凍要到8到90度，咁就慢慢嚟搓粉啦。嗱。菜粉係咁慢慢菜就唔滲得吉嘅，一時間倒水啫，佢就為熟噶啦，為起粒噶啦。
一直菜到佢長甜為止，又注意菜到佢起啦，喺度起水分咁就得㗎啦。從粉狀到團狀，再到糊狀，只能採用開水遞加法。每次搓粉都是一次製作人雙手經受滾燙測試的挑戰。米糊到了能以線性狀態往下流的標準，就可以開始最後一個步驟賴。9號啲粉就容易學，準備嚟耐啦嚇，佢易學，不過學緊咗40年㗎啦，真係好老㗎啦，佢學得好老㗎啦。賴就是淚的意思，米漿經椰殼孔形成線狀，順勢淚進開水中，沸騰的鍋水讓米漿迅速凝固。都係轉完之後咧，浮嚟少少筋咧就俾個鑊湯啊撈浮嘅咯，撈浮之後咪咁摸下冷河嘅咯，嗰個冷河就上冷啦。此水賴成後，黃義長會把蒜頭爆香，加入水煮開，再下糖、鹽、胡椒和雞粉，用作此水的湯底。把擂乾爆香，在猛火熱油的催化下，加上臘腸、蝦米、魷魚絲、鵝腎、鵝腸等配料，淋上湯汁，一碗傳統的前霧此水才算大功告成。佢辛苦得嚟，佢又好開心。最開心都係人哋食過之後話佢整啲嘢好食咯，最滿足最自豪嘅咯。興趣不僅是最好的老師，還是最大的動力。客人的一句“對味兒”，給了黃義長莫大的安慰。走過了一個甲子的人生里程，黃義長深知新生一代從不缺美食，缺的是融入了傳統手藝和情懷的出品。而他要做的就是讓前霧此水這種街頭美食融入新生代的日常。幾隻攞咁呆落去啦，呆得嚟都好開心噶。我想幫到有15、8年咁，我都知足噶啦，最努力啦。旅遊與美食總是密不可分。一座城市的街頭美食是幫助遊客打開城市文化的一扇窗。在澳門多元龐大的美食體系中，最具特色的味道大多藏匿於澳門的大街小巷。這些一口就能喚醒人類味蕾記憶的店鋪多到難以統計，但能被米其林指南收錄的屈指可數。係鮮腐肉，你想就開煮嚟㗎。真材實料，好濃嘅榴蓮味，鍋味啊！我1年嚟幾次麗新官也街都會特登過嚟買個雪糕食下。不管是澳門本地人還是遊客，走進關野街，總是經受不住貓山王榴蓮雪糕的誘惑。這家曾經的小士多，自2016年以來，連續5年被錄入米其林指南的街頭美食推介。就85年，一開始呢佢又係賣大菜糕啊、小食啦，啲嘅漢堡包仔啊、香腸魚蛋啊，士多嘅形式經營㗎以前。梁奎之和莫炳全夫婦是這家甜品店的第3代傳人，從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士多到米其林指南的街頭美食推介，如何創業守業，這後面總有撥人心弦的勵志故事。整翻個大菜糕先。喂，芝姐。你好啊，老細。喂，整個大菜糕呀先。大嘅大菜糕你食下。哇，好，加汽水。加汽水係嘛？以前原始嗰人咁係咁食嘅啦。試下佢個味道先。得唔得啊？得，幾十年都冇變，就係中意食你呢種傳統嘅味道。多謝。係。第3代傳人梁奎之接手的這家小店，誕生於上世紀40年代。
当年只卖咸杂的小士多，凭借着大菜糕这枝独秀，成为了好几代澳门人的童年记忆。點解有三色大菜糕嘅？大菜糕又称为石花冻，是采摘海边礁石上的石花菜熬煮过后冷却而成的一種膠狀甜品，類似於果凍。呢個過程咧就最緊要煮嗰陣時間好緊要。時間唔夠嘅呢，有啲大蒜蓉嘅呢就唔好。時間過咗嘅呢，佢黃色有陣味咁，一定要過濾。過濾咗之後咧，解凍佢60度至70度度啊，開始執。浸泡、清洗、熬制、过滤、凝固，墨家的第一代手作，成了澳门街当年的爆款。到第二代传人接手后，所创作的甜品更是让这家小士多声名远播。非常纯。就是它会有那个榴莲的那个果肉那个丝的那个感觉，然後就是完全像吃榴蓮嘅感覺。次次過嚟都買嘅，好多肉㗎，你睇下，啖啖都有榴蓮肉㗎，好好食㗎。成功地把猫山王榴莲果肉变身为雪糕，猫山王榴莲肉的芬芳馥郁、肉似凝脂和雪糕的嫩滑丝柔、入口即化一经结合，即吸粉无数。这正是墨家第二代传人引以为豪的杰作。所谓创业难，守业更难。前人所创的2款爆款小吃，給第3代接班人以無形的壓力。基本上呢，成21個鐘到啊！好生意嗰陣，計呢個1日翻3個零鐘。每天早上幫忙丈夫做好開業前的準備，梁奎芝就獨自走進後廚，開始手工生產雪糕。接手小店的28年來，芝姐不敢有絲毫怠慢，堅持延續前人的純手工製作，即使手工製作耗時費力，產量偏低。啲貓山王榴蓮雪糕啲雪糕真係拖得我好長時間，一日做嘅時間要10幾個鐘啊！貓山王榴蓮雪糕的材料主要是奶粉、葡萄糖和馬來西亞貓山王榴蓮。有5粒星嘅呢先就係真正嘅貓山王。嗱，我而家開俾你哋睇呢個榴蓮，即係話嘅我稱啊隻榴蓮呢就係4斤幾，你開咗之後呢455克，一個榴蓮呢就我做5、6杯到。即係以前老爺教冇機啊嘛，冇機呢嗰跟住要剁佢搞落去，冇咁辛苦啊嘛。煲水呢至好煲到80度到呢咁就啱嘅，做雪糕唔使落霜啊！啲榴蓮肉啊，啲水果啊，溫度高嘅呢啲水果呢係變味㗎啦，冇咁好食㗎啦。當水煮至80度，芝姐開始將葡萄糖、奶粉和榴蓮果肉陸續倒進水中攪拌均勻。接下來開始進入決定榴蓮雪糕口感的關鍵一步。嗱，你家姐咁樣攪勻佢攪2、3個煮、3、4個煮咪 OK 咯。豆大雪糕好辛苦嘅，一次係3、4個煮啦，但係一次呢要耐啲，因為啲榴蓮肉要會混打啊嘛。第一次打到佢混晒，第2次呢冇咁辛苦嘅啦。第3次呢咁誒攪佢陣間攪佢2攪，咁佢開始凝固嘅啦嘛。要把漿粒的榴蓮肉攪拌均勻，直至半成品呈現糊狀後，即轉入冰櫃裡，反覆急凍3次，最後手工入杯。我打一櫃嘅啊，10幾個鐘啊，一個人打1400幾個啊嘛。速凍櫃咧3、4個住就食得嘅啦。哦，咁呢個貓山王係整呢個啦。係啊。點賣？解凍先食68。68。哇！呢個係招牌嗬。招牌。好。要解凍解幾耐？幾分鐘就得啦。都係純手工嘅呢啲啊。我哋一啲純手工㗎，你睇我做到2個關子。好啊好啊。
1987年，守住了本业的芝姐开创了以饼干碎为主要原料的木糠布丁，用芒果柚子做的杨枝甘露。墨家第3代明星产品正式面世。即係從士多到依家，真係甜品嘅特色店，真係好多人食，係我老爺太公太婆嘅功勞，我都跟唔上。随着吃文化的不断演绎，美食于我们而言已不仅仅是充饥，它可以调动情绪、调节心情，还可以品出情怀、体验文化。而对芝姐而言，如何将这份被追捧的街头味道延续到下一个100年，是讓她最為憂心的事。細個嗰陣咧，圍住啲細佬妹啦，依家真係圍住活兒呢間鋪頭啦，因為我冇仔女啊嘛，我一定要保住個品牌咯，我做好自己咯，至緊要開心。你個開心個人咧，朝頭早去運動翻嚟，完全成日唔攰。食在廣東，不僅意味着這裡有讓人眼花繚亂的珍饈美馔，也涵蓋了那些煙火升騰的街頭小食。親切自在，不拘小節，也許是他們受歡迎的一個重要原因。爐中光火燃起，大廚在灶台前專心忙碌，食客3、3、2、2尋香而來，隨意吃喝談笑，這樣的場景正能體現別樣的市井風情。想融入一個城市，最好的方式莫過於探訪街邊小吃。當你已經與這座城市混為一體之後，那你一定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街頭米其林。